高三一班顾小雨，高三一班李佳琦，高三一班王大洋，高三一班还没考前的全是脏班。白老师真神了！之前张琪老师带高三一班的时候，成绩总是垫底。现在白老师当班主任3个月，综合排名都升到了全市第1。白老师出这卷子，总能压中那高考题。要是一班保质成绩，班主任这奖金最起码50万。有什么了不起的？白老师就是题海战术，瞎猫碰见死耗子。张琪老师，当年你也是白老师的学生啊，听说还资助你上过大学呢。教过我怎么了？资助过我怎么了？难道我就应该感恩戴德一辈子吗？我能有今天，全靠我自己的努力。行。哎呀我，白老师，白老师好！哎，同学们好。看什么看？又不是高考榜单，都散了。同学们，这些试卷可是老师花了2天2夜的时间赶出来的，都是经典题型，你们可别被难到了啊！我们还等着老师的手写卷呢，不然怎么考中原大学？对。白淑玲有什么本事？凭什么一班这群尖子生和50万奖金让你自己霸占？这一切该是我的。别了，白淑玲，别教了。张琪，怎么了？这是学校，叫我张老师。白淑玲，我现在正式通知你，你被开除了。什么？开除我？你被开除了。开除我？怎么？你觉得我开除不了你吗？白老师，我听说您这儿还有一个特级教师的推荐名额，您看您能不能推荐一下我呀？张琪，你刚加入教师行业不久，资历和教学水平都还欠缺。特级教师那是要承担高考冲刺班的教学任务的，我不能让你毁了这群孩子。你现在应该把心思放在教学上，多多提升自己。把账拿回去。好你个白淑玲，你给我等着！校方接到举报，说你白淑玲无故体罚学生，猥亵女学生。啊？怎么可能？什么？你们这不是信口开河吗？你的所作所为已经被监控拍下来了，那几个退学的学生就是受害者，而我就是人证。真傻！老师，我这明明是在打苍蝇啊！那裙子也是风吹的，你们这不是诬陷吗？白老师这儿没冤枉的，凭什么呀？安静，同学们，你们别被他这个衣冠禽兽给蒙蔽了。白树林，你少在这煽动学生胡搅蛮缠。学校已经决定即日起把你开除，你现在立刻给我离开光明中学。张琪，你知不知道，现在正是学生们复习冲刺的关键时期，你们就算是赶我走，等高考完了也不迟啊！我看你就是惦记高考奖金吧。一班本来是我带的，不知道你用什么手段给抢回去。明明没有能力，还多吃多占。明白了，原来是为了这个。白老师教的本来就比你好，你凭什么这么说白老师？张老师，白老师是韩校长最器重的特级教师，
谭校长才刚住院，你就这么整白老师？是啊，白老师是咱们学校的定海神针呐，你这么做肯定会影响学生们高考的。怎么，这学校离了他还不办了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不就是题海战术吗？瞎猫碰见死耗子！学校绝不允许有你这种垃圾老师当学生。张琪，你，张琪，你家条件困难，不想供女孩读书，老师好不容易才说服他们，你一定要争口气，考上大学啊！将来我有出息了，一定好好报答您。老师又不图这个。好，我们看题吧。来，老师没有对不起你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？少跟我套近乎，我这都是为了学校好。你现在立刻收拾东西，离开学校。哟，白老师真是上年纪了，手脚都不利索了。学生帮您收拾收拾。你，反正你以后也当不了老师，教这块也有什么用？东西摔坏了倒没什么，我担心的是学生。这是我定好的复习计划和重点题型，你千万不能打乱复习节奏。这就不用你管了吧？以后他们的学习计划由我来制定，你还不快滚！张琪，现在是复习冲刺阶段，这里记录了所有学生的复习情况，你不能耽误学生呀。你什么意思？你的意思是代替不了你是吗？谁养这没用的东西？咱们学校的模拟考试成绩太差了，怎么对得起学生和家长啊？学校以后还怎么办下去？门口的招聘信息贴几天了，没一个人来应聘。校长，您的招聘信息附着公认的难题，咱们云城这种小地方哪有那么牛的老师？人家光明中学有白老师，那每年都有学生考上清北大学。我这只闻其名，没见过本人呐。咱们也得请一个高水平的老师，这才有希望啊！像白淑林那样的好老师啊，那是可遇不可求啊。走，再去学校门口看看。一个月5万，这么高的薪资啊！工资是高，可你看这些题，我这个全省优秀教师都做不出来，云城根本不可能有老师能应聘得上。是啊，就连京都的教育专家来了，也未必解得出来吧？走吧，走吧。这上面怎么贴着数学题呀？难道是哪个学生写在这儿求助？我已经不是老师了，大轩，能帮到这位学生吗？看来是没有人来应聘了，算了，公告栏的难题撕了吧。
校长，啊，题有人写出来了。什么？对，跟答案完全一样了。这哪来的高人呢？咱们云城还有这么厉害的老师呢？人呢？这到底谁写出来的呀？一定要找到他啊！老白，还别扭啊！哎呀，那开除就开除了，咱全能提前退休。我才40多岁，这提前的太多了吧？这么多年，你教了那么多学生，资助了那么多人，就那个张琪不识好歹，人前人后啊不承认你这个老师，现在还挤走你，真是个背儿了。不行，他整我就算了，不能影响那些高考的学生啊，那可耽误孩子一辈子啊！老白，你吃点饭再走啊！列出这个函数表达式。老师，这道题不太对啊，之前白老师不是这么解的。你就那么相信他说的话？我这么解没错，这就是正确答案。干什么？质疑我啊？我告诉你们，现在我是你们的班主任，一切都听我的。张老师，白老师呢？我们想听白老师讲的课。是啊，白老师之前讲的都是重点题，而且他的解法既简单又有用，你这个根本不对啊！你说什么？我告诉你们，白树林已经被学校开除了。你们要是想造次，也可以一起走，但是高考就别想了。白树林之前制定的复习计划，通通作废，按照我的计划复习。白树林，白老师，干什么？回教室去！白树林，你都被开除了，你来学校干什么？张琪，你为什么没用我出的题？你都已经不是老师了，谁看你的考试卷？这都是重点的题啊，是学生最爱出错的地方。我这个复习计划你拿着，以后就按照……你以为就你会教学生啊？你也太自大了吧！张琪，高考是学生一辈子的大事，孩子跟家长付出了多少心血，你不能不负责任啊！拿着，算我求你了，行吗？好，我收下。张琪，这复习计划可少不得。是吗？张琪，你白树林，我警告你，你要再对我指手画脚，我连你一起烧！滚！什么？快发过来！太好了，校长！啊，那个学校门口的监控视频拍下了这个高人解题的全过程，他们把视频发过来了。太好了！这个人是谁呀？哎，你看，这个人不到2分钟就解完了难题，他到底是谁呢？这我也没见过。哎，你说他抱着东西，难道不是云城人？找，一定要找到他，他可是咱们学校唯一的希望了。那个背影看着有点眼熟啊，不会是他吧？校长，哪有那么巧的事？白先生，您除了教学还有什么其他技能吗？我这20多年只会教学生，可现在马上就要高考了，哪有学校还找老师啊？所以您做老师的经历非常出色，
可是我们公司不需要。果然是他，看我怎么让你社死！老师们，你们看看，我就说他没有什么本事，现在只能混到捡瓶子的地步。学校的决定还能有错？没什么误会，这种人就是这个下场。喂，张老师，快回学校，你们班出事了！什么？副主任，你看看，我儿子成绩怎么越来越差了？人家白老师教的好好的，咱学校为什么开除他？就是以前白老师在的时候，从来都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的。是啊，这我跟说话，大家别吵了，别吵了啊！哎，张老师来了。张老师，你怎么当班主任的？你看看我儿子成绩单，一塌糊涂的。你到底会不会教学生啊？怎么讲个题都讲不清楚？你快把白老师找回来！张老师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这都是白树林留下的烂摊子。各位家长，他以前只会题海战术，这孩子们考得好，那也是运气。我现在重新管学生们，这需要点时间啊。什么？这马上就要高考了，哪还有时间呀？你这不是害我儿子吗？对呀，你就是害我们孩子吗？人的嘛。哎，家长们请放心啊，我们一定想办法把学生的成绩给提上去，绝对保证升学率，好不好？大家要是没什么事儿，先回吧，先回。学校的这什么事儿？不像话，不像话！张老师，当初可是你举报白老师，我才一时糊涂把他给开除了。你怎么还不如他？高3一班可是咱们学校升学率的关键，你得想办法。主任，这都怪白树林，怪他遗留下来这么多问题，这一时半会儿谁也解决不了啊！实在不行，把白老师请回来吧。把他请回来？不行啊，主任，白树林那种不学无术、吃得败坏的人，回来只会让学校更乱。等韩校长回来了，咱们怎么交代呀？那你说怎么办？主任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用我的性命担保，一班学生的成绩一定会比白树林在的时候好得多。回去接着做卷子。我告诉你们啊，成绩有波动是正常的，不要动不动就向家长抱怨。我发现你们有些人还在用白树林的方法复习，大错特错！现在把白树林教的错误方法忘掉，采用新的复习策略，题海战术。白老师教我们的时候各有侧重，而且都是题目背后的原理。张老师，你整天让我们做题，是不是本末倒置了？就说你话最多，你要是再敢挑拨离间，给我滚出去！取消你的高考资格！都给我回去做题，谁做不完，今天不准放学！走啊！这要找一个无名无姓的，不是大海捞针吗？也太难了。哎，你好，你东西掉了。哦，好。真的是你？你认识我？哎呀，哎呀！我要找的高人就是你呀！真是老天有眼啊！真的让我给找到你了。你这是啊？不瞒你说啊，我刚被学校开除了，正想找工作呢。这是哪个学校这么不开眼啊？连您这样的高人都要开除？这光明中学白，您就是白树林老师？哎呀，难怪嘛！我就说嘛，这整个云城他也没有第二个高人了呀！白老师，我找的就是您！来，跟我走。哎，到底去哪儿啊？可算找到您了，快走！真没想到那位高人就是鼎鼎大名的白老师啊！不，
我算什么高人？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教师。您可不普通，光明中学连您这么好的老师都开除，真是眼冒金瞎。我听说您是被资助过的学生排挤走的，真是白眼狼啊！白老师，我们红星中学虽然规模小，实力不如光明中学，但是我们求贤若渴，绝不嫉贤妒能。学生们也都眼巴巴的盼望着您这样的好老师啊！只要您肯来我们学校，条件您随便开。我这辈子也干不了别的了，只要能继续教学，我就都满足了。那这样，学校给您开10万的工资，高考结束后外加100万，您看怎么样？白老师，您可是我们学校的救星啊，您就答应了？说实话，您开的条件比以前好得多，我没有理由拒绝。这样吧，先去看看高3学生的复习情况，现在的时间比什么都重要。好吧，咱们这就过去，走，来。老师，这是今天的卷子。放着吧。张老师，我们每天真的太累了，写根本就写不完。是啊，这样没日没夜的做题，效率又低又没效果。我们想请求停课，调整一下状态。停课？你们当这是过家家呢？高考就在眼前了，你们这样对得起自己，对得起家长吗？可是我们已经连2周没有休息了，人已经垮掉了。老师，再这样下去的话，我们进考场都是个问题。而且以前白老师他也不是这样教我们。够了，我看你们就是想扰乱我的复习计划，是让这白书来教你们这么说的。不想做，那就别高考了。张老师，老师，老师好。你们先回去。张老师，你这个班主任到底是怎么当的啊？刚才又有2个学生晕倒了，照这么搞下去，学生还要不要参加高考？主任，他们肯定是装的，我看是有人内外勾结，故意煽动学生，一定是白树林。白老师，是他吗？肯定是他。您想啊，以前一般都是尖子生，学习氛围特别好，这怎么他一走，一般就开始出事了呢？哎，校长，您身体还好吗？好多了，正准备出院回学校看看呢。吴主任，高考就要到了，你一定要注意高3学生的复习情况，关心老师们的身体，尤其是白老师。好，哎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妥善处理。校长还不知道白老师被开除了，一般要闹成这个样子，您我怎么交代？这个怎么办啊？对了，我听说这红星中学请了一位特别厉害的老师，2分钟就攻破了教育界难攻的问题。你去红星中学看看，能不能把这位高人请到咱们学校来？不会吧？云城这种小地方还能有这种高人？哎呀，我让你去你就去，这也算是给校长一个交代。我告诉你啊，学生的成绩要是再提不上去，你也别干了。是，我这就去。我刚看了看高3同学的情况，底子普遍比较差，需要重新制定复习计划。好在时间还来得及。太好了，白老师，有您辅导学生们，一定没问题的。我一定全力以赴，争取让每一个学生的成绩都得到实质性的提升。好啊，白老师，这是聘用合同，您看还有什么要求的，您就尽管提。不行，您慢慢看。请进。校长，有人想见你啊，进来吧。啊，刘校长，听说贵校刚刚请到了一位造诣高深老师，我想见你们，请问？张琪，你怎么来了？是你，白书林。海老师，您认识他？这位就是光明中学的老师，我曾经的学生。谁是你学生？你配吗？白书林，你学校换的倒是快啊！你和红星中学是不是早有联系？
所以才故意耽误光明中学的成绩。张琪，你少往我身上泼脏水，我对学生绝对不会做出那种事情。孩子们现在学习怎么样了？你是不是擅自打乱他们复习计划？你说什么呢？全世界就你会教学。张琪，你针对我没什么，你千万不能影响学生们的高考。影响学生们高考的人是你，是你挟私报复，走了之后煽动同学们闹事，否则一般尖子生们的成绩怎么会一落千丈？够了，这位张老师，你把白老师给逼走，你又来我们学校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刘校长，我真的是来请教的，想见一见你们请的那位高人。那我就告诉你，我们请的这位高人就是这位白老师。什么？他？我以为你们请到了什么高人呢？原来是他这个废物。那你们学校就等着倒霉吧。人家白老师也是你的老师，之前还帮过你那么多，你就这么说人家，你良心呢？白老师在你们学校任劳任怨这么多年，就得到这个结果，我都替他作屈。他这个结果是他自己活该。白树林，你就帮过我这么一点点，就到处显摆，还处处打压我，我到底哪点不如这个废物了？我从来不求你报什么恩，但是你也不能恩将仇报呀。既然如此，从今天开始，你我恩断义绝，我跟光明中学从此也再无瓜葛。你走吧。我这就走。我要知道红星中学请的人是你，我根本就不会来。刘校长，我可提醒你，你用白树林这种人，就等着升学率狂跌吧。我保证你们学校一个学生都考不上。别闹够了没有啊？我们学校的事儿还用不着你来操心，你赶紧离开。喂，胡主任，什么？京都的蔡专家要来我们学校？好，好，好，我这就回去。白树林，你们完了。蔡专家，就是那个京都最有名那个教育学博士？当然了，蔡专家跟我们学校可是老校友，连续几年的高考题都是人家出的。蔡世明，他也成专家了。放肆！你有什么资格直呼蔡专家的名讳？你自己没本事，还看不起专家呀？蔡专家到我们光明中学莅临指导，我们学校的成绩肯定会一飞冲天。而你们这个破学校，加上这个破老师，只有垫底的份儿。什么专家也未必管用，我们有白老师辅导学生们，我什么都不怕。你们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白树林，第2次模拟考试还有半个月的时间，我们2校联考，请专家出题，用成绩一较高下。废物，你敢吗？好，一言为定。蔡专家能抽空回母校看看，真是我们光明中学的荣耀啊！只可惜啊，韩校长生病住院了，不能够亲自陪同啊。校长为学校操劳了一辈子，当然是休息要紧。当年我要是没有母校老师们的悉心教导，也不会有今天的。尤其是白老师。白老师，我刚入教务系统工作，试卷出题这方面还得您多指教。世明，考试出题最重要的是引导学生思考，编写教材更是如此。希望我写的这些东西能启发你。这可太珍贵了，白老师，要不您还是跟我去京都发展吧。好老师都扎堆京都了，那小弟们怎么办？这里的孩子更需要我。白老师，对了，你看我都忘了，您还是白老师带的第1届学生呢。哎呦，蔡专家，久仰久仰，我可算是把您给盼来了。这是这位啊是我们中学高3的老师，后继之秀，以前啊也是白老师的学生。提他干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张老师是说啊，他非常仰慕你，说您是教育界的天花板，做梦啊都想跟你学习。对，胡主任，你怎么了？
你说话注意点，现在千万别提白老师的事儿。为什么？言过其实了，教育界有本事的老师很多，通常都很低调。咱们高中就有这样的老师啊。蔡专家，您太谦虚了。您这一次来云城巡视备考的情况，高考的模拟试卷都是您亲自出的。那蔡专家出的卷子就是不同凡响啊！我今天啊刚和红星中学约定了，来个2校联考，互相学习，共同进步。蔡专家，您看怎么样？好啊，这个提议很好。教育呀，就是要开放交流，我支持这个提议。好，蔡专家，这天气太热了，哎，到贵宾室里休息一下吧。好，走。我让你请的那位高人怎么没有请过来？白跑了一趟。你知道红星中学请那个高人是谁吗？就是那个废物白树林。什么？这么说，是他2分钟就解决了那些难题？肯定是假的，我可太了解他，他才没这个本事。那你们一般现在这种情况，这可怎么办呀？这不是蔡专家来了吗？只要他稍微提点一下，那咱们学校的成绩就立马又上一个台阶了。胡主任，我听说本届高3的学生成绩都很好啊，尤其是高3一班，那可是尖子生扎堆的地方啊。蔡专家，我们一班上一次模拟考试全部都过了重点线，高考肯定没问题，保证提高学校的升学率。一班的班主任不是白老师吗？你说白淑林？他已经被我开除了。什么？怎么？蔡专家，你也认识白老师？我当然认识了，白老师那可是我的恩师。白老师这么有能力，你们竟然把他给开除了？没有，蔡专家，您刚才听错了。他说白老师，白老师开车出去了。那个高3的复习任务太重了，白老师身体又不好，所以就提前退休了。对，没错。这手续还是我办的呢。哎，白老师这么年轻，才40多岁就提前退休了，这里边不会有什么猫腻吧？不行，我得打个电话问一下。蔡专家，这就没必要了吧？别打扰白老师调养身体啊！您拨打的用户关机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. 我想白老师可能是累了吧，想好好休息休息，是吧，吴主任？对。那真是太可惜了，本来我还想跟白老师好好交流一下呢，没想到他这么早就退出了教育行业。现在正是高3冲刺的关键时刻，他这时候退休，就不怕耽误学生高考吗？蔡专家，您就放心吧，我跟着白老师那么多年了。他那点本事我早就学全了，其实也没那么厉害，我肯定能带着高3的学生取得好成绩啊。这么说，你这么年轻就青出于蓝胜于蓝，超越白老师了？我有这个自信。就说我们高3一班那些尖子生们的成绩都是我一手教下的，后来白老师捡了个便宜还好他提前退休了，一班现在还是我带。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那我现在就亲自去一班看一下学生的水平，就知道了。这就没必要吧？看看，现在怎么了，张老师？走吧。那个蔡专家，我觉得就没这个必要了吧？您的日程也挺忙的，是吧？是啊，现在学生们呢都在复习，咱是不是不打扰他们了？我来巡视高考情况，不见学生怎么能行呢？张老师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当然没问题啦。其实我这次来巡视，主要是来评估学校的教学质量。哪个学校的升学率高，考上重点的人数多，就有可能获得更多的补贴和人才拨款，还会登上我们的推荐榜单呢。哎呀，那这学校就可以上一个大台阶了。这可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呀！不过，如果评估不通过的话，就有降级或者停学整顿的风险。当然了，
一般都是尖子生，肯定不会让我失望的。走吧，张老师。哎，同学们，请停一下，让我们欢迎京都的蔡专家来给我们指导学习。哎，同学们，复习的还顺利吧？有没有什么阻力或者难题需要解决的呀？蔡专家，大家都复习的井然有序，对高考信心十足，绝对没问题的。是啊，一般的同学啊，考上清北大学的比例一直都是很高的。这不是白老师经常出的题吗？对啊，我记得很清楚。高凯歌同学，你来解答一下这道题。这题这么难，他怎么偏偏找倒数第一的学生上来做题？这下可糟了。这是你的答案？一班果然是卧虎藏龙啊！这道题目可不简单呐，他居然这么轻易的就做了出来。我对你们的高考成绩非常有信心呐。张琪老师，你可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！这一班有你带着，我就放心了。这还是校长领导的好，这蔡专家高屋建瓴。这道题啊，我也跟大家讲过好多次了。什么呀？这明明是白老师经常讲的题啊！那个白老师跟我请教过，我点拨了他一下，他才明白。张琪老师既然这么有实力，那么这道题你来解答一下。这道题比刚才那道题难多了，幸好白老师讲过。嘘，我看张老师啊，根本就不会。来，怎么了，张老师？你不会解不出来吧？怎么会呢？这题挺简单的。张老师，您这个解题思路有问题啊！您刚刚解一半就错了。懂什么？坐下。这位同学说的没错，你的解题思路错了。张琪，你怎么连个学生都不如啊？张琪老师，你是不是太紧张了？毕竟在蔡专家面前解题，压力不小。是，这题我确实会做，我是有点紧张。你一个当老师的都紧张，那同学们要是高考的时候也紧张了怎么办？白老师就是这么教你的，你还说什么青出于蓝胜于蓝？开玩笑！那都是重点的题啊，是学生最爱出错的地方。我这个复习计划你拿着，以后就按这上面的。你还只有你会教学生啊？你也太自大了吧！算我求你了，行吗？好，我收下。张琪，
这复习计划可少不得。我去个洗手间，马上回来。白树林的复习计划肯定有解题思路，到底去哪儿了？我明明记得丢在这里的。张琪怎么还不回来？他要是解不出来这道题，有什么能力带一班呢？这可是直接影响评估结果的。我去看看赵老师在干什么，我去看一下啊。不要，我来了。张老师这个解法完全正确呀，而且解题思路非常的简单便捷，好，很好。怎么可能？这么难的题他居然能答出来？不对，我感觉肯定有猫腻。对呀，张老师的教学能力果然不容小觑呀，刚才是我误会你了，不要介意呀。我就说嘛，这张琪老师一定行的啊！这一班交给他呀，肯定没问题。我一定不辜负大家的信任，带大家走向好前程。我此次来巡视呢，主要是出云城第2次高考的模拟题目。那么现在看来呢，题目的难度要大大提高呀，难度系数至少要0.3以上，才能测出云城高中生的水平啊。0.3，也就是说只有30%的人能答出来。由张老师辅导学生，凭着咱们班学生的水平，这题啊越难，对咱们越有利。韩校长啊，还在医院里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呢啊！同学们加油呀！白树林的复习计划还真有用，可惜只剩下一半，这次试卷难度升级。不行，我得去找白树林，想办法让他帮我补齐。好，白老师，以后啊，这就是您的专车。不行不行，刘校长，我能在红星中学教书已经很知足了，专车我可承受不起啊。白老师啊，像您这样水平的老师，应该享受更高的待遇。是啊，白老师，您啊就别客气了。来，哎，不行，真不行。白老师，白老师，您下班了？你又来干什么？我专程开车来接白老师的。老师，请吧。你看他那样子，就没安好心。白老师，咱不理他，咱走。白老师，我是真心来跟您道歉的，之前是我对您不礼貌，您跟我回光明中学吧，好吗？什么？张琪，你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？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真是，白老师走了，我们的学生怎么办呀？你们学校基础本来就不行，老师，这红星各方面条件都不行，您在红星带不出什么好成绩，不要晚节不保啊！我有那么老吗？张琪，我告诉你，我有信心让红星中学的考试成绩在全市拿第一。老师，你怎么执迷不悟啊？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啊！你是为了我好？我看你是自己遇到麻烦了吧？白老师，难道您就忍心看着一班学生的成绩提不上去吗？张琪，你要是按照我制定的复习计划，根本就没问题。你要是耽误了学生，不仅学生和家长饶不了你，我也不答应。白树林，
我现在好言相劝，你不要太过分。我再问你最后一次，你到底跟不跟我回去？不回。你别给脸不要脸！白树林，当你一败涂地的时候，别后悔。张琪，你现在立即跟我走，这里不欢迎你。你们等着吧，这次模拟考试是蔡专家亲自出题，难度系数0.3，可谓是难度分级。你们输定了。白老师啊，这个蔡专家那可是京都的教育专家，他出这么难的题，那咱们能应付吗？小蔡能出这么难的题目，看来他根本就不了解学生们复习的真实情况。看来我还得给他上一课。大家都加快速度啊！这都是历年高考的重点，必须全部掌握。这么多的卷子，什么时候能写完？抱怨什么？你们不想高考就别做。蔡专家。这道题的解法关键在于理解题意，而不是盲目的刷题。来，你自己看一下。校长，白老师这样复习真的没用处，一张卷子也不做。我相信白老师磨刀不误砍柴工啊。哟，这不是白老师吗？你还真敢来考场啊？不怕红星中学的学生考完之后把你吃了？张琴，考试还没开始呢，你真以为你们能赢啊？我可听说你们红星中学一套练习册都没做。白淑林，你可真是误人子弟呀！而我们学校做了100套卷子，还有蔡专家指导，你觉得你们还有机会吗？张琪，你这样辅导学生，他们能考好吗？闭嘴吧你！白树林，你还装呢？等会儿等考试结束，你这个废物就原形毕露了。白老师，真的是您呐！白老师，您不是退休了吗？怎么在这儿啊？有人倒是想让我提前退休，早早的把我开除了，可是我舍不得，现在在红星中学任教。被开除了？胡主任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没错，这事儿是我提出来的，因为白树林太自以为是了。蔡专家出的统一试卷，他从来不用。有这事儿？有是有，我这是认为高考复习要因材施教，不能一概而论。小蔡写的统一试卷固然好，但是不一定适合每一个学生。看看，你们看看，我说的没错吧？他根本就看不起专家，更看不起蔡专家。你觉得你自己手写的试卷比他们的都好？我没说比他们强，是说比统一试卷更合适。白老师，高考也是统一试卷。小蔡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只是希望你们在出卷子的时候能够更深入的了解一线教学的情况，而不仅仅是停留在理论层面上。够了！
你别一口一个小菜，人家是博士，是京都的教育专家，你还把人家当学生呢，你也太自大了。我告诉你，这次蔡专家出的难题，你们红星中学的学生肯定都不及格。是啊，白老师，蔡专家人家是权威，出的题哪那么容易解出来？你的本事凭什么跟人家专家比呀？你们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呢？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。白老师，这次考试您的学生恐怕没那么容易过关。您说是我出题的错，还是您教的错呀？那就看考试成绩了。好，那咱们就打个赌，2天后一起看成绩，看看谁更胜一筹。白福林，吓傻了吧？你敢吗？好，那就拭目以待吧。各位老师们、同学们，第2次模拟考试的成绩将由2个学校的老师共同统计，确保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1分钟以后，双方的成绩将会出现在大屏幕上，敬请期待。白老师，还有1分钟就出结果了，你学校学生的成绩肯定是不行，你要丢人现眼喽。张杰，说话不要太损，大家都是为了学生，谁考得差都不好。我讽刺的是白淑林这种不懂装懂、耽误学生的垃圾老师。刘校长，您被他灌了迷魂汤了，千万别信。白老师，您真的有信心吗？要是在您曾经的学生面前丢脸，您的后半辈子可就抬不起来头了。学生超过老师，老师当然高兴，但是你们2个一瓶子不满，半瓶子晃荡，还不够资格。成绩出炉了，让我们一起见证这一时刻。10、9、8、7、6。白淑林，等着吧，你的教育生涯马上就要完了。4、3、2、1。这成绩怎么会这样啊？什么？看，本科过线率85%，这就是张琪老师用心辅导，蔡专家亲自指导的成果，不是那些沽名钓誉的老师能比的。没错，刘校长，你找白淑林这种人当老师就后悔了。别说半个月，就是给他半辈子，他也超越不了我。过线率95%，这怎么可能啊？题目可是我们设计的呀！这怎么可能啊？光明中学之前的高考数据已经是云城的天花板了，之前咱们连追赶的勇气都没有，这白老师才来了半个月，咱们就超过他们这么多啊！咱们白老师真是太厉害了呀！专家自己出题，这也难以达到这个成绩啊！白老师，您是怎么做到的呀？没什么，因为我教的不是题，是学生。多花时间了解他们的强势和弱势，根据每个人的特点定制不同的复习计划，这样才能提升他们的成绩。白淑林，你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本事，你肯定作弊了。白老师，您就算是押题，也不可能全部都押对。世明，你出题的思路是跟我学的，不过你学的不够透彻。白淑林，你别蹬鼻子上脸，你是不是提前偷题了？黄姐，你不要信口雌黄，考题是蔡专家亲自出的，那你的意思是怀疑他泄露题目了？这不可能，考题是我一个人关在宾馆里出的，
绝不可能有第二个人知道。白老师，您究竟是用的什么方法得到的考题？世明，你怎么还不明白？就是因为你把自己锁在宾馆里，不了解教学一线的情况，不清楚学生们的真实水平，所以你出的题都在我画的重点之内。原本我的学生可以考得更好，是你出题出的不好。白树林，你敢当众奚落京都的教育专家，你有什么资格教育他？我看你肯定是作弊了。你收的这个本子是什么？拿出来看看。白老师，您这个笔记本子上记录的到底是什么？这是我的教学笔记，里面没有答案。不可能！你这个老油条，作弊手段多得很。这个破本子肯定是你作弊的工具，你敢让我们看吗？你们不要太过分了！光明中学以前云城排名第一，现在看见我们红星中学比你们考得好，就是作弊吗？就是啊，还讲不讲道理啊？白老师，我还是不相信您能猜中全部的考题。您心里若是没鬼的话，就把这个本子打开，让我们看一下。否则，就算你们输了。世明，你真的怀疑老师我作弊？难道以前我指导你的知识点都是作弊吗？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您都一把年纪了，脑子早就不灵光了。你才到红星半个月，就超过我们班的尖子生，这根本不可能。这不符合常理。白老师，既然您说那个笔记本上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，那为何不打开让大家看一下呢？莫非您真是做贼心虚？是啊，你要真是清白的，何必藏着掖着呢？我没有必要向你们证实我自己。再说了，我的东西不是你们想看就能看的。我相信白老师的职业操守，也相信他的教学方法。如果你们有什么疑问，可以自己保留。等等，事情没闹明白之前，谁都不可以离开这里。那就让我们看一看，这所谓的心血到底是什么东西。这是我的，是我的研究成果，你们不能这样。走开！张琪，你别太过分啊！你怎么动手啊？你们越掩饰，就越说明心里有鬼。蔡专家，你好好看看，当众揭穿这个作弊的老油条。不可能啊！这绝对不可能啊！这怎么样？里面是不是他偷题的证据和作弊答案？这里面密密麻麻记录的都是学生的情况，连一道题都没有啊！这怎么可能？看清楚了吗？这是白老师对学生们情况深入的研究。你们这样污蔑白老师，强行动手看他的教学笔记，你不像话吗？你们这是对白老师不尊重，对学生隐私不尊重，对我们红星中学不尊重。张琪，以前我教育你，帮你渡过难关，你就是这样诋毁你的老师。你，世明，不，蔡专家，白老师，我以前老师跟你说过，圆的面积越大，接触的面积就越大。你知道的越多，不知道的就更多。专家不能高高在上，以为自己掌握了教育的真谛。学生才是唯一的真谛。白树林，你嚣张什么？你有什么资格教育我们？我根本就不想承认
是你的学生，丢人，是吧，蔡专家？够了！你闹的还不够吗？白老师是我的老师，永远都是。我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。不服，我就是不服！舒林，你给我等着！哈哈，白老师，高三学生的进步啊，实在是太大了，这可都是您的功劳啊！我觉得您应该担当更重要的职务。为了咱们红星中学更上一层楼，我提议聘请您为红星中学的副校长，负责全面的工作。不，我还是更喜欢当老师。您就别推辞了，我完全赞成刘校长的提议，您的能力和责任心我们都非常认可嘛。我不是推辞，眼看就要高考了，我要把精力放在学生们身上。虽然他们的成绩有所进步，但是还是有差距，一天都耽误不得。白老师，您真是红星中学的救星啊！我代表学生和家长们谢谢您。别这样，教学生是我的本分，只要孩子们能考好，什么都值了。原来我以为学校是片净土，后来发现也是个小社会，也有勾心斗角。以前在光明中学的时候，我什么都知道，只是不想耗费这个精力。现在这里的环境我非常满意，我会在红星中学长久的干下去。大家冷静一下，别再闹了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们怎么冷静啊？我们的成绩一点进步都没有。白老师在红星中学上课，他们的成绩一直都在持续上升。就是白老师在的时候，我们学习氛围有多好，你也看见了。张琪老师能力根本就不行，他没办法带我们进步。你看看那成绩。你们在说什么呢？我看你们谁还敢胡说八道！行了，张老师，马上就要高考，和同学的关系不要搞得太僵了，影响了高考就出大事了。主任，明明是他们先挑的事儿，你们是不是受了白淑玲挑唆，故意针对我？说！这跟白老师没关系，是我们受不了你了，张老师，你啥本事没有，就知道吼我们。你以为排挤走白老师，你就是一般的主任了？就是张琪老师，你能力根本就不行，我们都知道。你，哎呀，张老师，你冷静一下。他们连老师都敢骂，简直盗犯天狗！你自己也不看怎么对待白老师的。你就是个刺头，我先把你踢平了！你过来！干什么？住手！校长，张老师，你干什么呢？校长，你怎么出院了？是啊，校长，您怎么也不说一声，我们好去迎接您。这眼看就高考了，我不回来行吗？没想到我这刚回来，就听到你们高三教室里吵吵闹闹，这怎么搞的？哦，校长，没什么事，没什么事。学生们在讨论自己的成绩，可能是跟张老师有些摩擦，没事没事。同学们，模拟考试的成绩，我看这次确实不太如意，但是大家也不要着急啊。王校长，我们实在受不了了。张老师让我们背的一些题海战术，我们身体根本吃不消，这知识点我们根本记不住。就是校长，张琪老师来了之后，我们所有的计划都被打乱的一塌糊涂，成绩一直在下降。不会吧？白老师经验丰富，教学成绩有目共睹，怎么会胡来呢？校长，您还不知道吗？白老师已经提前退休了。白老师年纪大了，吃不消高三的压力，所以这怎么可能？白老师常年带高三学生，他才40多岁，怎么可能会提前退休？那谁知道？那说不定他有其他想法。胡说！白老师已经被开除了。什么？白老师被开除了？你们几个先回去复习去。看什么看呢？快走！胡主任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白老师那可是我们学校最资深的老师，是学校升学率的保障。你竟然趁着我住院大理会就把他开除了？校长，这其实都是张琪老师的提议。他说白老师师德败坏，毫无能力。我也是为了维护学校的声誉，害怕影响学生。你听他说，你没长脑子？张琪，
你为什么要诬陷白老师，还要把他逼走？校长，您别着急，白树林根本就没有能力，我是怕他耽误了一班的学生。一派胡言，当初就是你带不好一班，我才让白老师接手的。现在你们竟然联手逼走他，分明就是欺贤妒能。校长，您真是被白树林给蒙蔽了，他就是一个欺世盗名的老油条，一班尖子生的基础都是我打下来的。自从他来了以后，就坐享其成，目中无人，还教训我不会教学。我看你是根本什么都不懂，要不是白老师推荐你，我会让你进光明中学吗？可是够了，不想再听你狡辩，现在就去请白老师回来。毕竟我曾经对他有恩，但愿他还能念及我们这一点情分。校长，校长。哟，老白，今天怎么这么开心啊？是不是有什么高兴的事啊？有啊，我最近工作挺顺利的，学生们的成绩也稳步上升，我估摸着这次高考肯定能拿个好成绩。好啊，只要你工作顺利都行。哎，老白，今天呢还有一个高兴的事儿啊！咱姑娘啊，一会儿要带男朋友登门拜访来了。是吗？那太好了。我赶紧把剩下的菜做完。来了，双双。是你，韩校长。白老师在吧？突然冒访，实在不好意思。韩校长，你什么时候出院的？来，快请进。来，请。韩校长，您找我来是？白老师，我今天是专程来求你回光明中学的，学校很需要你呀。韩校长，我被开除的事儿，想必你也知道。我现在在红星中学任教，工作一切正常，我不能耽误这边的孩子呀。白老师，你走了以后，那光明中学都乱了套了。难道你真要我给你跪下？难道你真要我给你跪下？韩校长，你，哎呀，韩校长，你起来。白老师，你在光明中学工作了20多年，那也是你的家呀。想当初你刚参加工作时候，数你的学历低，可我还是把你给留下来了。你就不能看着我的面子再考虑考虑吗？韩校长，您的知遇之恩我铭记在心，但是我真的不能再回光明中学了，您原谅我。您快起来。妈，我回来了，这就是我收购的韩若飞。叔叔阿姨好。爷爷，您这是怎么了？若飞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是韩校长的孙子，怪不得我和双双这么有缘，原来咱们都是一家人呢。那还要看白老师能不能回心转意，回到光明中学去。白老师，就算我这把老骨头，求你了。爸，您不在光明中学工作了？白老师啊，这么多年你对学校的贡献，大家都看在眼里，学校真的离不开你。你放心，你若是肯回去，我立刻开把张琪给开除。你若是肯回去，我立刻开把张琪给开除。白叔叔，您再考虑考虑吧，为了我爷爷，也为了我和双双。是啊，爸，在哪儿教书不是教呀？你们不懂，这眼看就要高考了，我没有时间再换学校了，不然这两边的学校全都给耽误了。我心一决，你们别再劝我了。看，狐狸尾巴到底露出来了。谁让你进来的？
出去！白淑林，你别装了，这一切都是你的阴谋，对不对？张琪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韩校长，您看这任聘书，任聘白树林为红星中学副校长。张琪，你怎么会有这张照片？这你管不着。韩校长，他在咱们学校就是个老师，怎么一到红星中学就被任命为副校长了？这正常吗？他们肯定早有勾结，趁您住院的时候就背叛了光明中学。幸亏我早一步把他赶走了，不然咱们学校早完了。白老师，你不要告诉我这只是巧合。韩校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白树林，我们学校成绩下滑，不是因为你走了，而是因为你在的时候故意埋下的祸根。校长，我就是因为看出他有问题，所以才赶走了这个害群之马。张琪，我在光明中学任教20多年，我要想害学校，也不用等到现在吧？那是因为你等的时间太久了，等不及了，所以才趁着校长住院背叛了我们学校，投靠了红星中学。这都是无稽之谈。我白淑林做人做事无愧于心。白淑林，你还狡辩？难道这个聘用书是假的吗？你说。这个任聘书是真的，但是我根本就没有答应啊！你撒谎！校长，您今天就是在这儿磕破了头，他都不会跟我们回去的。你就是故意的，你就是个叛徒！什么？白淑林，我没有对不起你啊！你不会是真的背叛我们了吧？韩校长，张琪这明摆就是无中生有，挑拨离间。是吗？白老师，孰是孰非，用行动证明。你若是肯回咱们学校，我现在就开除了张琪。你看，校长，你别被白淑林给蒙蔽了，是非不分啊！我才是为学校好的那个人啊！你住口！白老师，你快做决定吧。我已经做了决定了。红星中学的成绩刚有好转，我真不能走。看到了吧，校长，一切谎言不攻自破了。白淑林他已经背叛了我们，绝不会回去。没想到啊，我真是看走眼了。爷爷，您不用跟这种人生气。白霜，我今天第一次到你家来，没想到你爸爸是这种人。哇，你就别再固执了。现在回光明中学又没有什么损失，反而是皆大欢喜啊！那红星中学的学生没有你还不高考了吗？你瞎说什么呢？高考是闹着玩的吗？多少人的期盼，多少年的心血，我刚给他们制定好的复习计划，我这样变来变去，不是误人子弟吗？白淑林，你这个自大的毛病到哪都改不了是吧？你真以为你是学生的救星啊？他们考好了，顶多谢你一句；他们要是考得不好，把你们家祖宗18代都骂遍了。张琪，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人会谢我，但是我知道你挨骂是肯定的。你胡说什么呢？没有人谢你，那是你活该。这些年我收的礼多了。你说什么？校长，我说的都是气话，气话。白老师，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你就直说吧。你想要什么样的条件才肯回去？条件？你觉得我现在在跟你讲条件吗？不是吗？白老师，只要你肯离开红星中学，回到咱们学校，我一次性给你100万的补偿。哦不，200万，这中行了吧？想不到，这是一个校长说出来的话。爸，你就听一句劝吧，人家给你那么多钱，你不要给我呀！我现在正在创业，正缺钱呢，你就当帮帮我，行了吧？钱，你就知道钱！我是教书的老师，不是做生意的。学生的高考比天都大。爸，这么多年了，
一直为你的学生考虑，什么时候为我想想啊？是啊，白叔叔，我和白霜都已经谈婚论嫁了，我们还有自己共同创业的公司，我们两家关系要是闹僵了，以后我们该怎么相处？行了，不要再说了，这件事情不要讨论了。白淑林，你口声声说你是为了学生，不还是冲着高工资跟奖金去的？红星中学要是不给你开工资，你会去吗？你就是故作姿态，假清高。张琪，你以为所有的老师都跟你一样吗？我们当然跟你不一样，我们才没有你这么卑鄙无耻。你就算是想回来，我们也不会要你。够了，张倩，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白老师，咱们学校把你从一个普通的老师培养成特级教师，你这说走就走，这不是忘恩负义吗？韩校长，这么多年我们家老白是一心扑在学生身上，是他把光明中学的升学率排在云城第一，现在怎么是你们培养他了？学校在临近高考的时候把我们家老白赶走，让他们找不到工作，怎么又是他忘恩负义了？你少在这阴阳怪气了！你说谁呢？说的就是你张琪。当年你上大学的时候家里没有钱，是我们家老白拿出来2个月的工资来资助你。那钱还是我给你送去的，你都忘了？那都是他自愿的，我又没求着你们资助我。张琪，你没有资格站在我家，你出去！我就出去！你能拿我怎么样？白水莲，打狗还要看主人呢，你这是在轰我走吗？这是我家，你们要还想在我家掰扯这个事情，我真要赶人了啊！你白水莲，我看出来了。你就是要跟我对着干不是？我有我的原则，请你们尊重我的决定，不要为难我了。走出去！白书记，你爷爷，您怎么了？快找救！少在这装好人了，都是被你们气的。韩校长要是出了什么事儿，你拿命都赔不起。我爷爷刚出院，身体都还没恢复。你们怎么能这样对他？韩校长，我们今天不该谈这个事情，您赶紧回去休息吧。爷爷，您别生气了，我爸他就是一时没想通，回头我再说说他。不用你替他说去，他是什么样的人，今天我算是清楚了。白淑莲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与你这个白眼狼恩断义绝，老死不相往来。韩校长，您别理他，我送您回去。白淑林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我们光明中学所有人的敌人，咱们等着瞧。校长，走。若飞，白叔叔，我爷爷都那么求您了，你就用这样的态度对他，一点都不顾他的死活。还有白霜，我们以后还是不要再见面了。什么？若飞，你怎么了？我爷爷差点被你爸爸气死，我以后还怎么跟你相处？好了，我跟你爷爷只是工作上的分歧，跟你们不受影响啊。是啊，若飞，你忘了咱们来是为了谈订婚的事啊，还有咱们一起创业的公司。我爷爷跟你爸爸都已经老死不相往来了，还谈什么婚事，什么公司，什么都别说了，分手！少峰，少峰，快起来！少长，那样一个没有担当的人，走了就走了啊！爸，你在想什么？你为什么不给金少那个工作机会？你知道我为了若飞，为了那份工作付出了多少吗？双双，我有我的原则。原则？那我们的生活呢？你看看人家，再看我们过的什么日子啊！少爽，你怎么这样跟爸爸说话了？我说错了吗？我爸那些同学有点本事的都赚钱了，开豪车、住别墅、出国旅游，而你呢，只会当老师，连送上门的钱都不要，我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。当老师有什么不好？至少
我可以教给学生知识，帮助他们成才。那有什么用啊？你哪个学生来看过你、帮过你啊？爸，你真不会以为他老师很伟大？那不过是一个工作，跟扫大街、送外卖有什么区别？你说，本来就是。我怕唐老师只会赚那一点死工资，我从小就没有享受过好的生活，现在好不容易有个男朋友帮我一起创业，就是因为他，为了他那点面子，得罪他们，把这些全毁了。少少，你说什么呢？你难道让你爸为了你对不起他那些学生吗？妈，你不用再替他说话，他这么固执，迟早害了我们的。妈，你居然打我！我爸毁了我的感情，毁了我的公司，现在你还打我！少少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再也不要见到你们了！少少，宝贝，你没事吧？想不到我的女儿的眼里是这个样子。双儿他还小不懂事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没事，没事。我得准备明天复习用的东西了。要高考了，我不能耽误孩子。不行不行，我们今天就要转过去。我们都听说了，白老师在红轩中学上课呢。我们今天就要转过去。对，我们的孩子只有跟着白老师才有希望。两位家长冷静一下，红星中学根本不如我们学校，你们不要冲动啊！眼看高考就剩2个月了，我们不看学校，只看老师。你们学校的老师根本就没有真本事，尤其是他。张老师，你躲什么？谁躲了？我还有课呢。上课？你上什么课？你这种水平的老师，都让我们孩子对这个老师去信心了好吗？谁说我们没有好老师了？校长，我知道家长们都很着急，我也很理解大家的心情。白老师确实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老师，但是学生们这突然转校，对复习冲刺非常不利。我已经请了比白老师更有实力的老师，而且还不止一位。更有实力的老师？谁呀？这高考前的最后60天是黄金时间，所以我重金聘请了清北教授团队来给孩子们集训，保证能让孩子们的成绩提高一大截。清北教授领衔的团队真的有用？当然，他们都是常年奋斗的教学一线的老师，理论水平高，教学水平更高。他们集训的学生都是清北大学的苗子。那太好了，人呢？已经在路上了，今天就到达学校。现在时间紧迫，咱们要相信学校，相信孩子们的能力，齐心协力，一定能够度过这个难关。好啊，白老师，现在学生们的成绩已经稳定了，各科成绩也比较平衡，真是辛苦你了。学生们最辛苦，只要他们能坚持过这段时间，相信他们一定能在高考的时候拿到好的成绩。校长，白老师，我刚刚得到消息，光明中学那边开始集训了，还请了一个什么清北教授团来辅导。什么？白老师，光明中学以前集训有请过清北教授吗？那倒没有，黄金60天确实是集训的好时候，但是集训并不适合每一个学生光明中学这样做有点冒险。他们这是破釜沉舟啊！他们为了保住升学率，这什么都敢做。那咱们呢？要不要也搞一下集训？集训只针对个别的学生，否则就会适得其反。黄金60天
每一分钟都很重要，但是我们也不能盲目跟风啊。我了解我的学生，我有信心用我的方法帮助他们提升成绩。那我就放心了，有白老师在，那我们学校就有主心骨了。爸，双双，你脸上的伤到底怎么回事？谁打的？爸，我的创业项目失败了，合伙人突然撤资，我欠了很多钱。那个合伙人哪个合伙人？谁呀？就是韩若飞，他不仅逼我还钱，还动手打了我。韩若飞，欠钱归欠钱，你凭什么打人啊？我跟他没完。爸，都怪我反复创业，当着他们投资。他说了，如果我不还钱的话，他就起诉我，让我坐牢，至少3年啊！爸，我不想坐牢。岂有此理！别怕啊，爸给你撑腰。我的工资、奖金再找人凑一凑，总够还了吧？不行，我得给他打电话。喂，白淑林呢？怎么了？不会是后悔了吧？韩长荣，你的孙子韩若飞为什么打我女儿？什么？他打人了？你有证据吗？你好歹也是一校之长，你就这么教育你自己的孙子吗？白淑林，你不要诬陷我孙子。我怎么听说是你女儿欠我孙子的钱？你背叛学校，还好意思找我们的麻烦？我们没关系了。我女儿欠的钱，我会替她还的。你孙子打我的女儿，我不会放过他。哼，一码归一码，那我也顾不了什么情面了。你女儿欠的500万，一分也不能少。你刚才说什么？她欠多少钱？你听清楚了，500万。什么爸，500万，我们上哪弄那么多钱呀？没事，500万确实不是个小数目，但是你放心，咱们也没到山穷水尽的那一步。你别怕，爸爸来想办法。爸，你一个老师哪有那么多钱呀？放心吧，爸爸没有那么多钱，但爸爸可以想办法。哪有什么办法呀？实在不行，你去求求韩校长，说不定他们就是故意的，想逼你回去教书，对不对？未必呀。我听说韩校长已经请了清北大学的教授团队给孩子们做集训，他们这样做，应该就是在刁难你，也是在为难我。难道他们一点也不能动容动容吗？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呀？既然是冲我来的，那也许我回去给他们低个头，就能有缓和的余地。我这就去光明中学一趟。爸，您真的要去找他们吗？他们会不会让你难堪呀？放心吧，爸会处理的。爸，都怪我，是我拖累了你。我本来想创业，让你们为我骄傲，没想到反而成了你们的负担。傻孩子，你从小就是爸爸的动力。放心吧，有爸爸在，你什么都不用怕。爷爷，您身体怎么样了？天气这么热，我特意来接您。若飞，你动手打白霜了？是啊，怎么了？爷爷，我是校长，平时怎么教育你的？你怎么能动手打人呢？爷爷，谁让那个白淑林得罪您的，气得您都犯病了。我要是不给他们家一点惩罚，那能行吗？
韩校长，您别生气了，这都是我给若飞出的主意，效果不错吧？这事儿是你怂恿他干的？张琪，你这么做是不是太卑鄙了？校长，那白树林这么对咱们学校，处处跟您作对，您宅心仁厚，我得替您出口气呀，也让那个白树林不得安生。是啊，爷爷，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得罪我们光明中学的人是没有好下场。你闭嘴！这里不是你的生意场，这是学校。张琪，要不是临近高考，学校缺老师，我非把你赶出光明中学。不要啊，校长！我对学校对您一直都是忠心耿耿啊！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咱们学校好啊！张琪，我看你不害学校就不错了。白树林，你来干什么？白老师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这么逼我女儿，不就是为了让我回来给你们低头认错吗？那你是想通了，想回来？韩校长不会真的让他回来吧？不行，不能让他们有和好的机会。回来，白树林，你背叛了学校，还有脸回来？白树林，你别做梦了！光明中学是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的。你以为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张琪，你误会了，我没有打算回来，我是为了我女儿来的。白树林，看来你女儿的钱是死活还不上了是吧？这样，我给你个机会，你先跪下给我爷爷赔礼道歉，再让你女儿跪下来过来求我。韩若飞，这一巴掌，我是替我女儿白霜还给你的。以后你再敢动她一下，我绝饶不了你。白树林，你敢打我？校长，您看看这个白树林，敢当着您的面打您孙子，他这分明就是在羞辱您啊！他这种人，就算是磕头认错，也不能让他回来啊！白树林，我知道你是气若飞打了白霜，但是你不要太过分了，这里是学校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。好，打人的事就算扯平了，那500万，你女儿1分也少不了。韩校长，若飞她年纪轻轻，没有这么多钱，想必这些钱肯定是你以你的名义贷的款吧？他追白霜的时候替他投资，现在刚一分手就把钱算到我女儿头上，是您教他的吧？年轻人做生意，我从不过问。韩若飞，你听好了，别以为500万就压垮了我们父女俩。白霜欠你的钱，我来替他还。就凭你一个魏老师要还500万，你可真是大言不惭呐！白树林，你有多少家底，瞒不过我，别逞强了。就是，你这种人就会自以为是。这是我写的欠条，我女儿白霜的债务全部由我来承担。不过这几天我没有时间，等到高考过后3天，我一定全部还清。白树林，你确定你能做到？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。哎呀，白老师，你该不会打算高考之后就自杀吧？来个人死债消。白树林，你想得美！就算你死，你女儿照样得还钱。还有，我可没什么时间，在高考之前，你必须把钱给我还清。你非要这样咄咄逼人吗？好，我答应你。白树林，你要是还不上钱，我就让你尝尝牢狱之灾的滋味。校长，清北的苏教授来了。白树林，今天就让你这个井底之蛙见识一下，什么才是真正的教育高者。看见了吧，白树林，本来我还想给你一个机会回学校，现在清北的教授来了，你没什么用。清北教授，韩校长，你以前也当过老师，你真以为他们的集训是灵丹妙药吗？哼，至少比你强得多。哎呀，苏教授，您终于来了，我们学校可就全靠你们了。只怕这会害了学生。什么？你说我们害了孩子？
真是可笑。你什么人？苏教授，他就是被我们学校开除的副老师，他就是嫉妒几位教授。是啊，苏教授，您不用理他。学生们还等着你们开展集训呢。韩校长，我最后再提醒一句，现在孩子们需要的不是集训，那种特殊手段只能在短期内提高成绩，但是对学生的高考并无益处。你真不知天高地厚，像你们这种小地方的老师还敢教育我们？我只想提醒你们，孩子们都有自己的学习节奏和方法，集训只能打乱他们的计划，反而影响高考。你懂什么？我们集训的学校不止这一家，难道你比我们还知道怎么教学生吗？我也比你了解这些学生，我知道他们的优点和不足，不想让任何人耽误他们的高考，耽误他们一辈子。够了，白树林，你跟我们学校无关，你有空啊，还是想想你怎么还债吧。学生们的事儿轮不到你操心。白树林，你就是故意找茬，想毁了我们学校的学生，卑鄙！你还看什么？还不赶紧走，小心别怪我不客气。来，苏教授。你们害人害己，就等着后悔吧。韩校长，这是我们精心制定的集训计划，在接下来的黄金60天内啊，我们对学生进行军事化的管理，确保啊每天学习18个小时。根据我们的预测呀，每个学生的成绩将会提高20%。20%？对。哎呦，太好了！那我们学校的升学率不仅在云城，那在全省也是名列前茅啊！苏教授，能提升成绩当然好，可是每天18个小时，学生们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，这样的强度，学生们的身体和精神真的能受得了吗？韩校长，我听您这意思是对我们的计划有质疑吗？哎呀，苏教授，我们校长他不是那个意思，他只是担心学生们过度劳累会不会影响复习效果。这高考马上就要到了，就是因为时间太紧张了，说这最后的60天也是他们最后搏一次的机会。如果这时候再睡觉、偷懒、态度懈怠，那成绩肯定考不好，更别说考上我们清北大学了呀。既然苏教授有这样的信心，那我们就再苦一苦孩子吧。听见了吗？每天不仅让我们学习18个小时，还要进行军事化管理，简直就不是人过的日子啊！是啊，学校这样搞，我们等不到高考就倒下了。那怎么办啊？这学校我是带不起去。白老师，白老师，佳琪、顾小雨，怎么是你们啊？白老师，我们想拜托您一件事儿。怎么了？是不是复习的事啊？走，进屋再说啊。不了，白老师，我们不想待在光明中学了，他们要实行军事化管理，每天要上18个小时，我们根本承受不了。他们这么搞，这不是要毁了学生吗？白老师，我们想转校，我们想跟着您复习，只有您能教好我们。好，不管他们说的话多难听，只要不耽误你们高考，我都支持你们。不过光明中学跟你们家长能同意吗？不管他们说什么，我们都会跟着你的。是啊，我是跟着您的，白老师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你们几个可是光明中学的尖子生啊，学校还指望你们考上清北大学呢，我能让你们转校吗？可是校长，我们真的不想参加集训，我们担心压力太大，那根弦会崩掉的。你们想转到哪个学校啊？红杏中学。校长，您看看，我就说跟白树林有关，肯定是他挑拨离间，让这些学生转学。不是，跟白老师没有关系，白老师没有挑拨我们，是我们自己想转学。不行，学校已经跟你们的家长沟通过了，这马上就要集训了，你们家长啊也不同意你们随意转校。这是他们联名签字的证明。同学们，现在是关键时刻，千万不能分心呐！关键时刻，谁掉链子，什么大学都跑不上。学校花重金聘请清北大学的教授给你们集训，你们别不识好歹！
孩子们，我理解你们，可这是高考最后一搏了，辛苦也就这2个月，啊，我是为你们好啊！别胡思乱想了，回去好好跟着苏教授集训。女儿啊，爸，那笔欠款怎么样了？康瑞飞又催我了，怎么办呀？爸正在想办法呢，已经联系了几个人了，放心吧，钱不是问题。爸，那可是500万，您一个老师联系谁能解决呀？你可别骗我，这要是解决不了，咱们家就完了。你呀，老是看不上爸这个教师的职业，不就是欠了500万吗？我说能解决，他就能解决。行了，先这样吧啊，我还得改卷了啊。什么？白老师欠了500万？是啊，我亲耳听到。要是欠少点儿，那咱们学校还能帮忙解决，就欠这么多。刘校长，你说那个白老师一直表现的挺清高的，怎么会欠那么多债呢？难道他的清高是装的？不会，白老师的人品还是可靠的。人心难测哟。校长，您看这是什么？有人看到白树林回光明中学了，还跟那个韩校长见了面，谈了很久。您说会不会跟钱有关系？你这照片哪来的？哦，我一个朋友路过拍到发给我的。您说这白树林跟光明中学是藕断丝连呢，还是一直都有联系啊？毕竟咱们2个学校那可是竞争对手啊。不会，仅凭一张照片说明不了什么问题。况且白老师是咱们学校的救星，我们不能就凭一张照片就对他产生怀疑的。校长，我知道您信任白老师，但是他从光明中学莫名其妙的辞职，又那么巧的来到咱们学校，这里面就没有一点猫腻。马上就要高考了，咱们不能不防啊！你什么意思呢？您想想，这最后60天，那可是黄金时间段，光明中学大考集训，可是白老师呢，一点都不上心。他要是故意这么做的话，那对咱们学生的高考来说，将会是一场灾难。你说的有道理啊，我们不能冒这个险。有机会，我去试探试探他。白老师啊，您稍等一下，我跟您聊点事儿。刘校长，有事您赶紧说，孩子还等着我。这个刘校长，您怎么了？有话直说呀。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啊。我听说呢，你和光明中学的人还有联系。是，我昨天是去了一趟光明中学，跟他们谈点事儿。谈事儿？白老师，你是被光明中学开除的，现在这个关键时刻，你还和他们保持联系，不合适吧？到底什么事儿啊？刘校长，你误会了，我去光明中学跟他们谈了一点个人私事，是钱的事儿吧？你最近是不是很缺钱呢？我是缺钱。您什么意思？我听说了，韩校长呢承诺给你200万，只要你肯回光明中学，有没有这事？有这事儿。您是怎么知道的？谁告诉您的？这你就不用管了，真有这事儿。白老师啊，咱做人不能墙头草两边倒啊！韩校长是给我开出了这样的条件，但是我没答应啊。我决定留在红星中学，我就不会改来改去，耽误了学生高考，我们谁都承担不起。你撒谎！你肯定是收了光明中学的好处，要不然黄金60天的复习冲刺，人家光明中学搞集训，你为什么不搞啊？你们是不是串通好的？刘校长，这件事我已经向你解释过了。我之所以不搞集训，是因为孩子更需要个性化的辅导，而不是军事化管理的刷题和应试。够了！我不想听你解释。你现在马上暂停教学，
我必须跟上光明中学的脚步。你抓紧时间搞集训啊！刘校长，你不能盲目跟风啊，这样会毁了孩子的，毁了我们学生的，明明是你。张琪，你看到您发的那个视频了吗？红杏中学内讧了。太好了，你上次发给我那个聘书的照片很管用，这次我发你的照片也很有效果了。没错，刘校长已经不信任那个白水莲了。我在红杏中学忙前忙后这么多年，凭什么白水莲一来就能实行？放心吧，我们校董马上就要来视察学校了。如果你们红星中学垮了，我就说服我们校董收购你们学校，到时候你就是正校长了。真的啊，张姐，你真是我的贵人。这次一定要强强联手成功，合纵为力。这次集训搞得不错呀，只要升学率上去，咱们学校以后生源源源不断。韩校长这次功劳不小。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学生们考上好的大学，也是咱们学校的荣耀。不过咱们私立学校的绩效是第一位的，你说怎么提高咱们学校的升学率呢？还要好？我看可以再搞一下末位淘汰，把那些学习差的同学全部开除，这样咱们学校的升学率就提上去了。什么？校董，我们这么做不太合适吧？怎么能因为一时的升学率就放弃那些成绩差学生呢？反而他们是更需要帮助的。韩校长，我说的是升学率，你扯这些没用的干什么？韩校长，升学率才是咱们学校的生命线，末位淘汰对咱们学校好，对学生们也好啊，也能够让那些差生们早点明白什么叫优胜劣汰。张琪，用淘汰学生来提高升学率，这还算什么学校？那些差生本来就不上进，您不开除他们，只会拖学校的后腿。差生怎么了？那成绩差就不是我们的学生了？不管孩子们的成绩如何，学校也不能剥夺孩子们上课的机会。韩校长，你说的太严重了。张老师，你有什么好建议？校董，我觉得这件事情很简单，只要我们让那些差生签署一份自愿放弃高考的申请书，把责任推到他们自己身上就行了。他们能自愿？他们敢自愿？张琪，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？你还配当一名教师吗？韩校长，现在可是咱们光明中学提升名次、扬名立万的好机会，您难道要站在学校的对立面吗？韩校长，我听说白老师跳槽到红星中学以后，他们学生的成绩反超我们。如果我们不行动，光明中学怎么生存？校董，就是因为白老师的离开，我才重金聘请清北教授团队来给学生们集训。学生们已经是人心惶惶了，这时候你再开除落后的学生，恐怕要出事儿啊！够了，韩校长，我在乎的是升学率，不是学生，是招生。韩校长，您老了，是时候让位了。张琪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？当初要不是白老师推荐，韩校长好心收留你，你能在光明中学里教学吗？闭嘴！你这个马屁精！我张琪能有今天，全靠我自己的本事，跟其他人有什么关系？学校需要年轻又铁腕的人来管理，我有信心让咱们学校更上一层楼。你真是个过河拆桥的白眼狼！张琪，即便是我不做这个校长，也轮不到你这种只图私利、不顾学生死活的小人。韩校长，这个学校不是你说了算，依我看，你也该退休了。谁有能力谁来干。你说什么？张琪，学生不是你用来满足个人野心的工具。韩校长，我只要结果。从今天开始，张琪就是光明中学的校长，你可以退休了。多谢校董支持，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。
韩校长，您慢走。喂，校长，原来如此，一切都是你在背后捣的鬼。先是排挤走了白老师，现在轮到我了，我真是活该。校长，这个世界上只有2种人，一种是聪明人，一种是蠢人。蠢人就永远只能被聪明人玩弄。看什么看？还不走？你们这是在毁了学校，在毁了学生们的前程。喂，校长，你们这是在毁了学校，在毁了学生们的前程。喂，校长，韩校长，你再坚持一下，我现在送你去医院。张琪，你这么做就不怕遭报应吗？怎么看不惯了？那你也被开除了。这个时候，谁都不能扰乱学校的军心。那韩校长不会真被我们气死了吧？他要是死了，那真会气，会影响学校招生的。校董，您就放心吧。他要是真死了，我就说老校长鞠躬尽瘁，累倒在了工作岗位上，到时候还能为咱们学校添些美名呢。张校长果然是个人才，以后这里都交给你了。校董放心，您慢走。这不是刘校长吗？您来我们光明中学有何贵干呢？张老师啊，我们来确实是有事相求啊，想邀请清北教授团队到我们红星中学进行集训啊，费用方面好说。哎呀，你们学校不是有特级教师白老师吗？怎么他不行啊？我以前看错了人，那个白树林师德败坏，只会耽误学生。我现在也是追悔莫及啊。刘校长，你早不听我的劝告，现在后悔了吧？我早就跟你说过，白树林那种人他靠不住。是，您说的对。集训的事儿还请您多费心啊。韩校长在吗？我跟他谈谈。韩校长，那个老东西已经退休了。光明中学的现任校长是我。是，恭喜张校长荣升啊！你是校长？怎么，你觉得我没这个资格？啊不，您当然有资格呀。刘校长，要我说呀，你们红星中学规模那么小，成绩那么差，都被白树林给耽误了，还搞什么集训啊？干脆就破罐子破摔，等着高考结束之后被我们光明中学收购不就行了？好啊！刘校长，咱们学校要是能被光明中学收购，那不失为一件好事啊！毕竟人家背后是光明教育集团，这教育资源跟资金都更雄厚。你真这么想？那咱们红星中学彻底消失了。刘校长，您格局不能这么小，人家张校长都开口了，这咱们背靠大树，好乘凉嘛。刘校长，您还犹豫什么呢？我们学校不仅有集训，还会开除排名靠后的差生，这到时候我们的升学率肯定是名列前茅啊！你们红星中学升学率一出来就招不到学生了，肯定是要倒闭的呀。副校长，你也这么看吗？我完全同意。咱们学校这规模实力都比不上人家光明中学，那如果咱们能被收购，对于咱们的学生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嘛。一派胡言！红星中学规模再小，实力再差，也不会像他们做出这种缺德事儿。高考前开除差生，你们还有良心吗？
刘校长，你疯了吧？咱们是来求人家张校长，你怎么还教训起人家来？像他们这样提高升学率，我不会跟他们同流合污的。您真是顽固不化，我看红星中学也没希望。既然这样，张校长，那我现在就跳槽到你们学校，怎么样？哎，还是副校长深明大义。我们光明中学欢迎您这样的有识之士。等我们收购了红星中学，您这副校长的副字就可以摘掉了。好啊，你落井下石，背叛学校。刘校长，我跟了你10多年了，我有什么好处？难道以后继续给那个白树林当副校长吗？既然你这么想，我无话可说，你就跟着张琪飞黄腾达吧。白老师说的果然没错，我就是一丘之貉。刘校长，门口你都看到了吧？我注意到了，咱俩演的这出苦肉计，他都拍下来了吧？怪不得张琪手里有学校给我的聘书照片，原来学校有人通风报信，还是你身边的人。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？咱做戏就要做全套，我要让他自己跳出来。我看他在红星中学最困难的时候怎么选择。怪不得张琪总能知道我们学校的情况，原来是你这个叛徒在通风报信。就算你不离开红星中学，我们也容不下你这种勾心斗角的人。知道如何？反正红星中学撑不了多久了。你们学校就等关门吧。白老师，你猜的没错，那副校长真的投靠了光明中学，他们集群尖子生开除落户学生，简直枉为人师。刘校长，马上就要高考了，那些被开除的学生不能没有学上啊。我明白，他们开除的人，我们红星中学全部收了，陪他们走完高考前最后一段路。我们光明中学的集训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，任何掉队的人都会被开除，每一分每一秒都不允许有懈怠。现在是高考冲刺的最后阶段，大家根据自己的节奏和方法调整作息和复习计划，不要怕出错。现在发现错题，改正错题，高考的时候就不会出错。相信自己，坚持下去。爸，你回来了，欠款的事解决了吗？哎呀，先让你爸喘口气儿，等会儿再说。别急，我已经找人帮忙了。爸，你找了什么人能解决500万的欠款呀？你可别哄我。我看他就是在哄你玩的吧。白淑林，高考可就没几天了，你今天必须把钱给我还过来，我可是给了你期限的。若非，我跟你说过，钱我会还你的。这几天高考时间紧张，你非得今天要吗？没错，晚一天都不行。好，既然你这么着急，你等着。白淑林，你少在这给我装神弄鬼，钱呢？是啊，爸，那可是500万的欠款，你动动手指头就想解决吗？白淑林，今天钱要是不到账，也怪我不客气。这不是盈海集团的赵董事长？喂，赵总，真没想到您会给我打电话。听说为了区区500万，就拿我逮了。你知不知道，我也是白老师的学生。什么？小韩，我这儿有2个亿的订单，本来想给你，看来是我看错人了。赵总，是我态度不对。这样，那500万就全当我给白老师的赔礼道歉了。不用，一码归一码，我欠你的钱1分都不会少。白老师说的没错，欠你的钱我来还。当年要是没有白老师的指点，
还有今天的爱永集团啊，我一直给白老师留着股份，可他就是不要。小韩，你明天来我公司里。好的，赵总，那我明天就去拜访您。白老师，之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了，还有白霜，之前是我态度不好，对不起。如果有可能的话，我们能不能再去韩若飞，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可能了，你赶紧给我滚！若飞，我听说你爷爷还在医院里，我希望以后你们爷孙俩做人做事不要那么过分。是，白老师教训的是，我这就滚，您就当我没来过。爸，没想到您一个老师居然有这么大的本事。哎呦，你呀，以前总是看不起你爸是个老师，其实你呀根本就不了解你爸。是我错了，爸，你这么有本事，为什么不自己创业赚钱呢？爸这辈子呀，只喜欢教学，要是能多教出几个亿万富翁来，我才高兴呢。再说呀，我也不一定能做好生意啊。那我以后创业，还请您多指点指点我，我还想当个富翁呢。张琪，看看这学生成绩，这就是你请来的清北教授集训的结果吗？学生成绩不但没有提升，反而下降20%。赵董，我也没想到会这样啊！那些清北的教授都是韩校长请的，我怀疑他们是不是骗钱的？我不管，我只看结果。为什么红星中学成绩提升如此之快？我们学校开除的学生被他们收了以后，成绩反而提升不少。你说，你从红星中学跳槽来我们学校，你是不是内奸？张琪，你别血口喷人啊！你自己能力不行，你还诬陷我？我能力不行，你说谁能力不行呢？我警告你别动手动脚的啊！我就动你了！你别以为你是我妹妹就不该打你！够了！滚！你们两个废物，都给我滚出去！白老师，这是最后一次模拟考试，学生们信心大增，高考肯定能出好成绩啊！这都是学生们自己努力的成果。哎呀，白老师，你还记得我吗？你不是负责光明中学集训的清北教授？哎呀，白老师，请你叫我小苏就行了。我是专门来向你请教的。真没想到，您的辅导啊，比我的团队集训真是强的太多了。我想高薪聘请您做我们的顾问。苏教授，我只会本本分分的教学。我希望你记住，因材施教不是一句空话。请回吧。白老师，之前多有得罪，您务必跟我回去。光明中学急需要您的帮助啊！我是你们开除的老师，我现在已经在红星中学了。抱歉啊，白老师，求求您看在孩子的份上，救救光明中学吧。毕竟孩子们也是无辜的。现在离高考就剩最后1个月了，要不是你们胡乱折腾，学生们也不至于被耽误。现在我就算想帮，也分身乏术了。现在我就算想帮，也分身乏术了。白老师，如果有办法，您就帮帮学生们吧。眼下只有一个办法了，我没有时间一个学生一个学生的教，我只能教老师。我把我的教学方式毫无保留的交给每一个老师，也许这样还有一线希望。
太好了，白老师，您就是老师的老师，全靠您了。可是这么大的工作量，白老师，你的身体能扛住吗？只要孩子们能考好成绩，做什么都值了。这也是我的高考冲刺。高考啊，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。为了这天，他们日夜苦读，背诵知识点，拼命攻克各种题型，每天早起晚归，无数个日夜的付出，坚持走到今天。每个孩子都是自己的英雄，我祝福你们都能金榜题名，也想告诉你，金榜题名不是终点，全力以赴